有很多人早上要是没有来杯咖啡，一整天都会很没有精神。不过你知道吗？如果是在17世纪的鄂图曼帝国喝咖啡，可能会被处死哦。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咖啡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咖啡是很多人的精神粮食，不管是早上提神还是下午配点心，只要喝一口就能够瞬间回魂。但你知道吗？咖啡的发展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它曾经被说是魔鬼的饮料，甚至历史上面呢，还有人因为喝了咖啡而被处死刑。就算是到了今天咖啡产业也有剥削工人破坏环境等等争议。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咖啡的历史，讨论咖啡为何争议那么多。那如果很喜欢喝咖啡，又可以怎么做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记得去年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咯，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咖啡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山羊跳舞的故事。传说当中有一个阿拉伯的牧羊人，某天发现平常懒洋洋的山羊突然变得活蹦乱跳，嗨到像在跳舞一样。仔细观察呢，才发现他们都吃了一种红红的果实。路过的穆斯林意外得知这件事情之后，觉得非常惊喜，于是他不断的尝试，终于发明出了把红果实烘干再煮沸来喝的烹调方法。这位穆斯林喝了咖啡之后，精神不止变好，祷告也不再打瞌睡，就连考试都考100分了不是没有考试总之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就开始大力的推广给其他的穆斯林，咖啡也就逐渐的流传了开来。那这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很难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早在15世纪，咖啡就在穆斯林世界已经非常的夯。到了16、17世纪咖啡的香气呢，更是传到了民间。根据统计，光是英格兰地区就有3000多家的咖啡馆。再加上后来呢，因为波士顿请茶事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很多美国人拒绝喝茶改喝咖啡，也让咖啡逐渐的风靡美洲。近代咖啡又随着美式文化席卷全球，到目前为止呢，咖啡可以说是全球最重要的饮品之一。不过咖啡的发展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咖啡不止曾经被禁止，喝了还可能会被处死。禁止喝咖啡的理由呢，主要可以分成3大类。首先是宗教因素，虽然咖啡可以提神但人们也发现喝太多的咖啡会让精神过度的亢奋，反而神志不清，所以就有人主张咖啡是魔鬼的饮料。当时有不少保守派的穆斯林跟基督徒都觉得要严格的禁止咖啡，他们担心在魔鬼的诱惑之下，咖啡馆可能成为赌博性交易等等犯罪的温床。不过有学者认为会有咖啡禁令，政治因素才是真正的关键。在咖啡馆普及之前呢，民众的社交场所大多是酒馆，而酒馆会遇到的问题顶多就是醉汉闹事，可是咖啡馆就不同了。当时煮一杯咖啡要20分钟，而且又烫又苦，一杯呢就要喝上大半天。再加上价格不贵有不少人呢会花大把的时间待在咖啡馆里面。那在咖啡馆里面呢，闲着也是闲着不同阶层职业的人们开始有机会交流，再加上咖啡醒脑提神的作用，让他们的交流越来越深。有学者认为呢，统治者可能担心人们可能在咖啡馆里面讨论政治，意图造反，所以才会出现咖啡禁令。那在所有的咖啡禁令当中，最严苛的可能是1633年由鄂图曼帝国的苏丹穆拉德4世下达的禁咖令，只要违反就格杀无论。据说苏丹穆拉德4世还会微服出巡，亲自追查并且处决喝咖啡的死刑犯。另外呢，也有统治手试图要从健康的角度下手，喝阻人民喝咖啡。比如说17世纪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3世呢，就用双胞胎死囚做实验，让他们一个每天喝咖啡，一个喝茶，还找来了医生每天记录身体的变化。本来国王以为呢，喝咖啡的死囚很快就会死掉，那他就可以向人民证明咖啡有毒。没有想到呢，直到国王跟医生都死掉了，双胞胎都还很健康，一路活到80多岁才自然的死亡。
那虽然现在呢，大多数的国家或宗教都不再禁止喝咖啡了，咖啡也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但喝咖啡的争议却没有就此落幕。首先，咖啡盛行的背后呢，时常传出了剥削农民的争议。目前，大部分的咖啡都种植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有亚洲等等的热带国家。那这些国家除了气候合适啊、劳动力低廉，他们会生产咖啡，也大多呢都跟过去的殖民历史有关。在殖民时期，殖民母国会在殖民地大规模的栽种经济作物，然后再用低价收购原料，加工之后运往世界各地销售，获得丰厚的利润。那虽然目前这些热带国家都已经脱离殖民，纷纷独立，但是常年累积建立的产业链还是很难打破。当地的咖啡农他们没有加工技术，也没有加工设备以及销售的管道，所以种完咖啡之后，还是只能够把豆子低价的卖给垄断市场盘商。根据报道，咖啡每年的总产值达到了2.6兆台币，但是像伊索比亚等等第三世界国家，咖啡工人一天的工资还不到$1，如果是童工，处境可能更加的艰难。除此之外呢，这些国家大部分土地都拿去种咖啡了，当地的工人不止很难转行，国家的粮食自给率也很低，只要遇到天灾常常都会发生大饥荒，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那除了剥削农民的疑虑之外呢，有环保人士批评，咖啡产业兴盛的背后，付出了不少虐待动物跟破坏环境的代价。前几年很流行的麝香猫咖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麝香猫这种动物呢，会把咖啡果实当作食物来源之一。有人认为咖啡果实被麝香猫半消化之后，泡起来的风味更佳。而这样神秘的故事跟独特的制作方法呢，也让麝香猫咖啡成为了最贵的咖啡之一。所以就有不少的商人呢，专门饲养麝香猫，量产麝香猫咖啡豆。但动物权益组织批评商人为了赚钱，会把麝香猫关在这个狭小的笼子里面，强迫大量的使用咖啡果实，根本就是在虐待动物。除此之外呢，也有批评者指出，为了满足庞大的咖啡市场，很多国家会砍伐热带雨林，改种咖啡树，不止引发生态危机，也会带来环境的问题。而且人手一杯的咖啡流行文化也会带来大量的一次性垃圾。为了便利而发明出来的胶囊咖啡机，更是会产生许多含铝的塑胶废弃物，如何回收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人觉得咖啡的盛行反而对动物还有地球带来了很多危害，根本不值得。喝咖啡争议这么多，那我们还有办法当一个爱喝咖啡的好人吗？有专家指出，虽然咖啡产业链延伸的问题可能需要从法律、政治、经济等等多方面着手，才比较有机会彻底的解决。但如果回归到每个消费者身上，还是可以试着从选择来做出改变。首先呢，在剥削农民的议题上面，专家建议可以挑选有信誉的商家，购买公平贸易认证的咖啡，确保产地的工人得到应有的待遇。再来，也有人建议购买自己国家种植的咖啡，不止比较有机会亲眼的看到这个生产过程，也可以减少碳足迹，降低对于环境的伤害。以台湾来说，屏东台东、南投、嘉义、云林等地都有产咖啡，市面上面也不难买到。而至于环保方面呢，大家可以在购买咖啡时也可以自备杯子，避免一次性的垃圾。那如果是自己冲泡的，除了可以尽量的选择能够重复使用的冲泡器具之外，已经有胶囊咖啡机的人呢，也可以考虑购买不锈钢环保胶囊来替换。专家提醒在泡完咖啡之后呢，也可以将咖啡渣废物利用，放在冰箱除臭，或是用来施肥等等，都是很不错的做法。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咖啡不只单单是一个饮料，它的发展呢还承载了政治、宗教、文化的历史。尤其是呢，了解到了咖啡的盛行可能有剥削咖啡农伤害动物和影响环境等等争议，我们内心其实是蛮沉重的，因为这个问题影响的层面很大很广。即使呢有专家建议可以透过选择来改变，但这些选择背后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方说，有人认为公平交易认证保障最低收购价格，反而破坏了市场机制。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会倾向把低品质咖啡豆卖给公平交易认证，品质比较好的咖啡豆就透过市场机制卖高价。这样子一来呢，可能会让公平交易的咖啡品质不一，失去市场竞争力。另外，不锈钢环保胶囊呢，听起来好像不错，但还是会有不够方便机器不能够相容，或者其他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克服。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有很多的人看完相关的讨论会有点无所适从，甚至呢会悲观的想说，好现在就是要我不喝咖啡嘛。但我觉得比起完全不要喝咖啡，这个质疑呢可能比较像是一个提醒我们目前的解方确实都不够完美，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议题，一起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够提出更多友善劳工、动物跟环境的解方。
另外，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咖啡相关的历史与资料超级的丰富，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是有观众是这方面的专家，都很欢迎在留言补充哦。好的，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愿意为了避免剥削多花钱购买公平贸易咖啡吗？会，我不想要成为剥削产业链的帮凶。B 不会，剥削的问题呢，还是要从那些大公司下手啦。C 我只是想要喝杯咖啡哦，没有考虑那么多。D 还好我不喝咖啡。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咖啡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文青为何爱喝星巴克以及动物咖啡厅。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